混迹荒野数十载。究竟是什么让打野专家变成这副模样？起初贝子只想弄点蜂蜜尝一下，就在获得胜利果实撤退时，小蜜蜂似乎发现了他的意图不轨，对着眉心狠狠来了一下。刚开始还觉得问题不大，被扎一下就能换来大块蜂蜜也算值了。可令贝子怎么也没想到，1个小时后整张脸居然肿成了猪头，眼睛和鼻子全部过敏，让他变成了半个瞎子。曾几何时，鳄鱼毒蛇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，今天却栽在了一只小蜜蜂手里。正当贝子恼火时，同处荒漠中的德子还在为水源发愁。在野外没有导航和指南针，太阳就是最好的方向标。他朝西边走了2个小时，终于听到了细微的流水声，激动的赶紧跑上前，不管3七21蹲下就开喝。没想到刚刚混了个水饱，抬头就看到一大团乌云飘过来，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有场大雨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过夜的庇护所。镜头一转，不远处的山洞被德子一眼锁定，进去后大小刚好，视野也很开阔。而另一边的贝子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了，结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遇到一条拦路的小辣条，心里正窝着火呢，抄起木棍把怒火全都撒在辣条身上。要是换在以前，或许还会放他一条生路，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直接上火炙烤。等待了半个小时，空气中开始弥漫烤肉的香味，撕下一块放入嘴中，肉质鲜美松软，还有骨鸡肉的味道，其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就在吃货被美滋滋的享用午餐时，埃厄德正在为寻找食物而发愁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想要找点蛋白质简直难如登天。于是他决定先把火生起来。寻找生火材料的路上，发现一个破罐头盒，捡起来后面或许会有大用。收集2根木头，计划制作一个生火工具，再薅点干草和枯树枝，生火材料就集齐了。返回营地取下鞋带，绑上木头的2端，制作出火弓。紧接着把弓和钻子组合，再利用锋利的石头加工一下木点，把旁边磨出缺口，方便待会儿取下火种。现在万事俱备，手工德立马进入了实操环节。由于海拔比较高，空气又很稀薄，整整拉了4个小时的火攻，终于得到了一点高温木屑。小心地将其转移到干草堆上，轻轻吹上一口气，火就燃了起来。有了火堆的加持，他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夜晚。可今天已经是在荒漠的第3天了，3天饿9顿，这谁能受得了？嘴唇煞白的德子决定先想办法保存火种，然后再继续前进寻找蛋白质。他找到了一种密度很高的易燃植物亚勒塔，将其放到火堆上烧至炭状，只要装进铁罐头中保存，后面几天的火种就都有保障。走了很久，突然发现河对岸好像有什么大火，于是收起外裤趟水前往对面。没想到刚才看到的蛋白质大餐，居然是一头嘎了半个月的美洲驼。那酸爽的味道直冲天灵盖，让打野多年的埃厄德都皱起了眉头。虽然肉质腐烂了，但里面的肌腱还是完好的。他强忍着恶臭味取下一条美洲驼腿，抽出里面的肌腱放进水里软化。半小时后，用木棍捶打749下，使其分成多条细细的纤维，将这些纤维编制在一起，就变成了鱼线。最后再拿铁丝当做鱼钩，便得到了一套纯手工钓鱼工具。由于纤维制成的鱼线不够长，还在后端绑了一根布条，这才让鱼钩得以沉入水中。至于鱼饵，就是美洲驼身上的腐肉。为了增大捕获的几率，德子又在附近开始布置水坑陷阱。鱼圈有个习惯，它们总喜欢游进静止的水域，所以德子便抓准这一点，用石头圈出一个小鱼塘，吸引鱼儿进来玩耍。另一边，刚吃完辣条的贝子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牛劲，在荒漠里疯狂疾跑，很快便眼尖地发现了一大块腐烂的木头。通常情况下，这种木头里都会藏有蛋白质，或许是今天运气不佳，扒了半天一无所获，无奈只好继续前进。很快又发现一辆废弃的小汽车，掀开引擎盖取走里面的电线备用，破烂的座椅也是上好的保温材料，通通打包带走。把物资放在临时营地后，便开始寻找今天的晚餐。打野途中发现了几排臭鼬的脚印，于是计上心头，打算利用柳树和收集的电线布置的套索陷阱，找到一处臭鼬的必经之路，将柳枝卡进石缝里固定，接着把电线制作成套索圈，一头连接在柳枝上，套索圈则是平铺在触发装置上，如果有东西不小心踩中，就会被套住掉在半空。布置好陷阱，接下来便开始制作今晚的庇护所。他把折断的树枝斜靠在石头上当做屋顶，侧面的缝隙用灌木填补，把汽车的坐垫铺进去。很快一个简易的单坡屋就制作完成。忙活完前去检查陷阱，隔着大老远，贝子就闻到了一股上头的臭味。小家伙果然中招了，避免患上狂犬病，必须要完全烤熟才能吃。经过2个小时的高温炙烤，焦香的味道让他直流口水。切下一小块品尝，这味道很奇特，就像有人拿走你的牛排，在上面涂满臭鸭蛋一样。但考虑到里面富含的蛋白质，还是硬着头皮全部啃光。补充完蛋白质，靠着火堆美美的进入梦乡。反观可怜的德子，耗费时间和精力制作的钓鱼工具，最后却一无所获。幸好在水坑陷阱里面看到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，不然真怕这第4天熬不过去。老小子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这唯一的蛋白质捕获。快速清理内脏，返回营地直接放到火上炭烤。虽然晚餐只有一条巴掌大的小鱼，但还是让他乐得合不拢嘴。烤熟后的鱼肉松软多汁，鲜美的味道那叫一个地道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德子坐拥露天大水池，根本不愁水源，只缺蛋白质。而贝子辣条蜂蜜臭鼬3件套，1天下来蛋白质直接超标，无奈的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从未停下。
些。途中他发现了一株灌草，这种植物中间是空心的，能当做吸管使用。掰断2根带在身上，向前走了几公里，来到一处背影的悬崖下，地面的凹陷很有可能藏有水源。徒手挖了大概30厘米，沙坑里渗出了星星面的水，以防直接喝会串吸。机智贝将木炭塞进吸管中，让其吸附水中的脏东西，接着在末端放一点青草过滤沙石，最后再割下一小片衣角包裹在吸管头部，一根带有过滤效果的吸管大功告成。趴下开始享用来之不易的水源，味道清甜爽口，吨直接干了个水饱。即使是非洲最大的巨葵，遇见打野专家也只能成为炭烤辣条。肉质鲜甜松软，蛋白质含量直接超标，老牛看了都得泪流2行。美美的吃完午餐后出发寻找水源。然而同处荒漠的埃厄德也找到了一只黢黑的蟋蟀当午餐，嘎嘣脆鸡肉味，多嚼几下还会爆汁，但这点小零食根本不够塞牙缝的。他找到了一种名为羚羊草的植物，可以将其编成绳子布置捕鸟陷阱，不多时就采集了一大把。随着阳光的越来越强烈，脑壳被晒得直发懵，二话不说先跳进水里沐个浴。上岸后发现这片水域生活着不少鲶鱼，这可把德子高兴坏了。看来今天不仅能吃上野味，还能品尝到水产。为了早点吃上蛋白质大餐，手工德赶紧开工，打算先把绳子制作出来，将羚羊草反复捶打，然后手动撕成均匀的小条状，最后只需放在太阳底下暴晒2小时，就能做成十分坚韧的绳子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开始谋划自己的捕鱼大计。这片水域有块浅水区，打算在浅水区设置一个开口的 V 字形陷阱，等鱼儿进入其中就能大丰收了。计划好后，德子找来大量的浮木整齐码放，中间给鱼儿留下一道狭小的缺口。这道墙花费了3个小时，所以必须赶在天黑前制作好捕鸟陷阱，争分夺秒，不到半个小时就编制好了绳套。紧接着在附近找了些鸟类喜欢吃的种子做诱饵，借助树枝当成弹簧机制，迅速安排上好几处陷阱，最后把种子撒进去。在德子等待蛋白质上钩的期间，贝子又捡漏了，不过这次貌似运气不好，只是一具腐烂的羚羊盒饭。但打野专家向来不走空，上面爬行的小甲虫也算蛋白质，直接拿起来嘎嘣脆。可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一直这样吃下去，只会加剧身体的脱水。而这种名叫胡迪亚的植物，就是天然的食欲抑制剂，它的果肉巨苦无比，只是浅尝几口直接露出了痛苦面具。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寻找水源。向前走了大概5公里，发现一条清澈的水流。就在贝子为此高兴时，旁边厚厚的盐碱给了他不好的预感，但仍然不死心，试探性的品尝一口，结果咸到舌头发麻，白白高兴了一场。走到太阳快下山时，在半山腰发现一株仙人掌，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居然是大戟。别看它长得人畜无害，实际上里面的汁液含有致命毒素，如果不小心碰到眼睛，哪怕一丁点都会失明，所以在野外遇到这种植物一定要远离。正当贝子口渴难耐时，在巨石下发现了金币灌木，它的叶子像硬币，很好辨别，并且汁液无毒，能解渴。贝子踏破铁鞋苦寻水源，德子直接坐拥临水美景，享受惬意人生，淡水喝到撑。早上一醒来，不仅捕鸟陷阱收获了一只笨鸟，还在抓鱼陷阱里逮到了2条小罗非，直接走向了人生巅峰。清理干净，通通丢进火堆里炭烤。随着天色暗了下来，丰富的晚餐新鲜出炉，先来条罗非，肉质细嫩，口感鲜美，就连骨头都酥酥脆脆。吃饱喝足，再美美的睡上一觉，神仙也不过如此。可怜贝子还在苦苦寻找水源，好在这里的土壤非常潮湿，徒手往下挖了50厘米，里面涌出一些地下水，找来一些杂草放进去过滤掉泥沙，利用空心的草干当做吸管。虽然经过了简单的过滤，但水里还是有很多杂质。思考再三，他决定煮开喝。等待的空隙，又在附近搜集了一些蹄兔的粪便，将其丢进水杯里疯狂搅拌。据当地人说，这玩意儿能帮助肾脏排毒，原理和猫屎咖啡差不多。10分钟后端起来浅尝一口，只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味道真的不咋地。另一边的埃厄德直接运气爆棚，一觉醒来就看到2只油猪从家门口路过。正所谓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争取，他赶紧跟了上去，没想到刚走一半就被二师兄甩了。好在老天爷还是眷顾德子的，让他发现了一个羚羊盒饭。猜想二师兄在附近晃悠，那肯定是经常来吃这个盒饭。在附近观察了一圈，又发现了作为分界线的铁桩，上面还缠绕了一圈铁丝，于是计上心头，打算利用这些铁丝来布置陷阱抓捕二师兄。利用木头和灌木把羚羊盒饭围成一个圈，留下一个缺口布置上陷阱，一旦二师兄想进去啃食，势必插翅难逃。忙活完这些，已经日上3竿了。德子赶紧返回水边，从捕鱼陷阱里抓了一条小罗非当做午饭。与此同时，贝子遇到了一群当地土著，听说他们要去抓豪猪，贝子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当即决定跟过去蹭饭。但这顿饭也不白吃，主动申请了一个挖地洞的活。等往下挖到2米时，露出了洞穴，贝大胆俯下身子一探究竟。很快里面传出了低吼声，这时旁边的土著小哥怂恿他伸手进去拽。听到这话，贝子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反复确认这家伙没在开玩笑后，这才准备硬着头皮试一试。可想到一个人实在太危险了，当即邀请小哥一起。小哥在前面用棍子戳，打算激怒对方，贝子则是瞅准时机露头就
好家伙，直接将二人吓得上蹿下跳。通过这番观察，贝子灵光一闪，当即决定独自上阵。等豪猪愤怒地冲出来后，立马抬脚精准地将其按倒在地，接着利用木棍送他领了盒饭。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，顿时赢得了当地土著的掌声。另一边的德子也按耐不住前去检查陷阱，没想到的是陷阱全被二师兄破坏了，连根毛都没留下。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连续的干旱导致水位一直下降，几乎没有鱼儿能游得进来。他不想浪费时间去调整捕鱼陷阱，打算动身前往山上寻找蛋白质。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，刚坐下来准备休息一会，眼前的石头居然动了一下。见状，德子伸手拿了起来，原来是只百年老龟。为了保证肉质的鲜嫩，赶紧返回营地将其丢进炭火里，然后再用泥土密封住火堆，简单焖烤3个小时后，浑身飘香的烤龟新鲜出炉。刚用木头撬开外壳，包裹在里面的肉香瞬间迸发而出，二话不说直接放进嘴里享用，好吃的味道直冲天灵盖，每一口都让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3+5除2就给霍霍个精光。